現在用 AI 來開發系統，最常遇到的3種問題：一、專案一大 ，AI 就開始東缺一點，西缺一點，最後做不完整；二、讓 AI 自己一路做下去，結果成品常常跟我想的不一樣；三、AI 會失憶，越到後期對話越長，開發反而越難控制。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一樣只是跟 AI 說，幫我做一個預約系統，但差別是，這次我不會讓 AI 自己亂做，我會用一套固定的流程，讓它先拆解任務，先做設計，每一步都讓我確認，最後再接資料庫和部署上線。我們開始。如果還沒安裝好 Cloud Code 或 Codex 環境的話，要先做這3個步驟。一、有一個好的 AI 互動界面，我們會使用一個名叫終端機的服務，因為比起桌面版，終端機現在和 AI 整合的最好，會避免遇到很多問題。我這邊推薦 Western， 因為簡潔乾淨，而且 Mac 和 Windows 都有。到官網後下載對應的安裝包，打開就完成了。二、安裝 Cloud Code， 如果是一台全新乾淨的電腦，應該什麼都沒有，但不用擔心，只要先把 Cloud Code 安裝了，剩下的它都會幫你安裝好。進入這個網站後，它有提示 Mac 或 Windows 各自要怎麼安裝，打開 Western， 貼上指令後就完成了。但要注意，它這邊會有一些文字訊息，要把這段話複製起來，然後貼上執行，才算真的安裝成功，不然會一直看到錯誤說找不到這個指令。三、登錄你的 Cloud Code， 安裝完成後，就可以在你的 Western 輸入 Cloud， 就會跳出一個安裝流程，然後它會要你登錄你的 Cloud Code 賬號。如果還沒註冊登錄過，可以選擇用 Google 登錄，然後最少需要 Pro Plan 才能使用 Cloud Code， 一個月需要$20，建議大家可以先買$20，一個月試試看，之後覺得不夠再往上加即可。購買完後可以再點一次這個連結，會出現授權的按鈕，按下同意後會給一串亂碼，複製起來貼回到 Western 就完成了。第一次進來它會要你信任這個資料夾，都先同意打開就沒問題了。接下來我們進到專案開發，用 AI 開發出一個成果其實並不難，只要時間很多，方案很高，一定可以慢慢雕磨出一個好的成果。例如直接輸入我要做一個理髮廳的線上預約系統，請先規劃這個專案內容，如果遇到不清楚的狀況請來問我，規劃完成後再開發，最後再將結果都部署到雲端上面。這樣做其實也行，但有人會說這樣不夠好，應該要先裝一些 skill， 例如可以安裝 Pro UI UX， 可以確保在開發前端時有好的畫面，或安裝 Super Powers， 確保開發過程更符合流程等。而我過去6個月也是這樣做的，結果最後遇到的問題就是電腦裝了一堆 skill， 很難管理，專案太大，開發到後面難以掌控。更慘的是，有幾次讓 AI 自己連續開發好幾個小時，結果打開後發現跟自己要的完全不同，最後只好一個一個砍掉重來。這就會回到目前 Vibe Coding 遇到的根本難題。我總結了3個：一、人類沒有真的參與開發的過程當中，以至於畫面不如預期，功能跟想象的不同。二、上下文的限制仍然存在，導致如果專案過大，沒有辦法在一個窗口內完成任務，就會有功能缺漏的問題。三、失憶的問題，每換一個新的對話視窗就要重新調校，導致根本不敢切換視窗，以至於上下文窗口永遠是滿的，甚至不知道最後這段話到底被壓縮成什麼樣子。為了解決上面的問題，我做了一個專案框架，叫做 Monsterlary。最核心的功能有3個，第一個是看板管理，一個專案會被拆成3層，最上層是 Epic， 也就是核心功能，例如預約流程、店家後台、資料庫、部署等。第二層是 User Story， 也就是使用者需求，例如客人可以選擇服務，客人可以選擇時段，店家可以查看預約等。第3層是 Task， 也就是將使用者需求再拆成多個小任務，例如建立服務卡片、建立日期選擇器、建立 Supabase 資料表等。這樣拆的好處很多：一、AI 可以專注於每一次的小任務；二、人類的專注力只要針對每一次的小任務做檢查和判斷就好；三、專案看板就像導航一樣，可以追蹤現在做到哪裡，哪些還沒做，就算開一個新的對話視窗， AI 也能快速掌握這個專案。第二個重點是增加人類參與的時間點，尤其是前端畫面，因為前端沒有標準答案，人類覺得好看的東西 AI 不一定知道，所以我的流程會是要求 AI 在正式開發前端之前，要先做3個不同的設計版本，例如一個偏簡潔商務風，一個偏溫暖生活風，一個偏高級沙龍風。我選完其中一個之後，它才能繼續往下做，這樣可以避免一開始就走錯視覺方向。第3個重點是強制開發順序，如果一個功能同時包含前端和後端，我會優先做前端，原因很簡單，前端看得到，所以可以先確認使用的流程、畫面的欄位、資料結構是否合理，等前端確認之後，再接資料庫和後端，就比較不容易重工。而在安排任務的先後順序時，要先做底層架構，再往上開發功能的細節。整個 Monsterlary 的核心功能在於提高對專案的掌握度，不是让 AI 自己亂跑12個小時，而是讓 AI 每完成一小段，你都能看、能選、能修正。回到我們今天的目標，我們想要做一個預約系統，很
很簡單，我們先創建一個資料夾，未來會把所有專案放到這個 project 資料夾裡面。2，我們要進入這個資料夾，在 Western 輸入 cd， 然後把資料夾拖移進去，就可以進入這個資料夾。3，輸入這個指令，這個指令的意思是把 Monsterlary 下載下來，並且改名為 My First Project。所以大家如果有自己想要的專案名稱，都可以修改後面這一段文字。那我就先繼續以 My First Project 繼續往下做。下載完專案後，進入這個資料夾，輸入 cd My First Project， 進去這個資料夾後，刪除這個專案原本的.git， 並重置，輸入下面這個指令。以上就完成了專案流程的設置。接下來我們要來做預約系統，在 Western 輸入 Cloud， 打開我們的 Cloud Code， 直接輸入我想要做一個理髮廳的預約系統。接下來就按照系統給的指示一步一步開發就沒問題了。我這邊快速演示會遇到的畫面長什麼樣子。一開始會先詢問打算部署到哪裡，預計使用什麼技術站，以及有沒有什麼規模和限制。而我這邊打算用 Vercel 加 Supabase 的組合，因為他們兩個提供的免費額度就足夠我使用了。規格都確定後，最後按下送出即可。對了，操作方式是鍵盤上的上下左右加 Enter 來操作的。再來會先針對預約系統做第一層核心功能的拆解，只要依照你的需求做挑選即可。有時候問題是複選題，有時候是單選題，這邊要注意。Epic 完成後，就會針對第二層使用者需求做拆解，跟剛剛一樣，按照你的需求做勾選即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Cloud Code 的選項一次最多只有4個，因此我做了一些處理，就是用多次問答的方式，盡可能的把功能列完整。就像畫面上的顧客賬號1和顧客賬號2，就是試圖打破4個選項的限制。經歷一番千辛萬苦的需求釐清之後，就可以請他幫你打開看板，可以看一下目前任務的狀況。而如果是一台乾淨的電腦，可能會少一些套件，請 Cloud Code 直接安裝即可。如果能順利打開這個看板，畫面上會告訴你要打開這個網址。打開後長這個樣子，總共有2個頁面，看板和藍圖。看板是用來追蹤每個任務的狀態，越往右邊越趨近於完成。每個任務點開也都有它的詳細說明。而藍圖頁面是可以快速追蹤每個核心功能的進度狀況，看這裡就能知道目前開發到哪裡了。我們前面已經做完了專案需求釐清，接下來就是每個任務一張一張的完成，可以直接回到 Western， 請他開始從 Task 001開始做。做完之後就可以在看板重新整理，看到目前已經完成，可以點進去看它的狀態，也可以到藍圖那邊查看進度條。接下來就是依序完成每張任務就可以了。不過有一些細節跟大家分享。每次做一個新任務的時候，可以先清除目前的 session， 輸入斜線 clear 或斜線 new 就可以清除了，這樣可以避免 session 裡面有太多不必要的上下文。可以用斜線 model 來決定每一次任務要選用的模型，通常用 Sonnet 就夠了，因為任務已經被拆得足夠小。做完以上2件事情後，就可以請 Cloud Code 繼續做下一個任務。每個任務會隨着難度消耗不同的 token 量，我們可以以任務3為例，做完這個任務大概是消耗了 2% 的4小時用量。這個任務主要是設計顧客、員工、管理員共用的核心資料表，有些任務會需要人工審核，例如關於版面設計相關的 Cloud Code 會做3種版本讓我挑選，所以可以請 Cloud Code 打開網站讓我看，網站上會直接有3個樣式的連結，個別點進去看，最後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再跟 Cloud Code 說就好。建議開發時就要確認規格是否符合，可以時不時的把網站打開來看，登錄看看，確認一下功能是否正常，不要等所有任務做完才確認，這樣通常容易出錯。一個任務做完後，但你想確認他做了什麼卻看不懂怎麼辦？可以請 AI 用小學生的方式來說明他做完了什麼事情，當然也可以在做之前就用同樣的方式來問他，避免後續完全做錯。遇到 bug 出錯怎麼辦？可以直接把錯誤訊息整個複製給 Cloud Code， 請他直接修正。所以為什麼每一個任務做完都要檢查？因為還是有出錯的可能性。Cloud Code 運作的過程會一直詢問你是否允許操作，以至於開發過程會一直被中斷。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按 Shift 加 Tab 切換成 Auto Mode， 它會自己判斷指令是否有危險，盡可能避開危險的操作來完成任務。但這樣做有可能需要消耗更多 token， 而 Auto Mode 雖然可以降低風險，但不能完全消除風險，這點要注意。接下來就是運用以上8個技巧，讓 AI 依序完成任務，就可以做出一個完整的系統。可以看到最後的成果。先看管理員後台，儀表板顯示當日的營業狀況，行事曆可以快速檢視當日、當週、當月每個時段每一位設計師的預約狀況。預約管理則是用列表的方式來顯示預約的狀況，並且可以修改預約的狀態。排班管理則是可以調整每一位員工的班表，可以用拖拉的方式來調整時段。
服務管理可以設定該店家的服務以及每個服務的價格，甚至每一位設計師的價格不同，也可以在這裡做調整。人員管理可以進一步管理每一位員工的基本資料和權限，顧客名單可以查看顧客過往的消費記錄，排休審核則是可以用來審核員工的請假申請，最後系統設定則是可以設定一些商家資訊、營業時間等。而看到顧客前台是一個很簡易乾淨的畫面，可以快速預約想要的服務，預約完成會寄一封信到顧客的信箱，也可以再進一步管理預約的資訊。而員工也有自己登錄看到的畫面和操作系統，這邊就不演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系統已經足夠一個小型店家使用，而如果部署在 Vercel 加 Supabase， 基本上每個月也沒有額外的費用產生，就能夠擁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預約系統。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Vibe Coding 不是下一個提示詞，然後讓 AI 自己連續工作好幾個小時這麼簡單。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把開發流程和人類參與的時間點一起設計進去，讓 AI 每次只做一個小任務。做完之後，人類再檢查、判斷、修正方向，這樣 AI 開發才不會只是賭運氣，而會變成一個可以掌控、可以累積，最後真的能完成產品的流程。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拜拜。